吴总，现在不是美国跟伊朗开打，搞得全世界大乱。现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也开打了。之前是马英九办公室出手，马英九办公室出手里面直接切断了跟萧旭岑的关系。我们之前讲过，萧旭岑很重要的是，他以前都是马英九基金会重要的执行长。马英九后来因为马习会之后，他是两岸的第一人，他是等于说对岸不看佛面看，不看僧面看佛面，等于说我今天要跟你打交道，你萧旭岑有能力，你能够见到人，你可以见到王沪宁，是凭谁？不是凭你萧旭岑，是凭着马英九的面子。就没有想到萧旭岑呢，他看到马英九现在开始在衰败了，衰败了以后呢，马英九现在把这一锅给端走，端到哪里？端到郑丽文，也就是帮郑丽文去护持，帮郑丽文去加持，让他去接两岸的这条线。但没有想到马英九办公室有人出来了，就把这个东西一刀切，一刀切了以后，萧旭岑你就是 nobody 咯，你本来什么就没有，你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职位。当你没有跟马英九有任何联系的时候，你在的对岸你就是 nobody， 你就是个屁，你什么都不是，一个屁都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你到了郑丽文的旁边。你没有任何作用啊，那你没有任何作用，郑丽文就没有倚天剑，也没有屠龙刀，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中国谈了。所以呢，郑丽文就很生气，他居然用什么？用一个很脏的、很难听的话说马英九旁边有一个贼人。他现在越做越好，他现在不但是把整个国民党党中央的牌用红色，现在根本就跟马英九办公室开干了。郑丽文党主席他有个天赋异禀啊。他当党主席4个多月以来，他有一件事情让大家都有深刻的印象。什么深刻印象？就是嘴巴很贱，专门骂人，吵架、骂人、侮辱人，这是他的专业，你知道吧？他的特长。他骂我的话不敢指明骂，他是间接的骂，你知道吧？党主席耶，他不是那个党主席跟他无关了，就是他的人格特质，就是嘴巴很贱，喜欢骂人。好，那你刚刚讲的什么贼人不是人，那个是他们家的事情。好，问题是郑丽文接下来要往国民党带去哪里？对，那个比较麻烦啊。他现在带到国民党，你说嘴巴还是小事，路线才是问题。他没有谱嘛，他就是你看他把国民党改国民党那个整个他的识别标志，对，变成改成红色嘛，所以红统是他的方向嘛，已经是他的方向嘛。不是。到后来还有人讲说，帮他解释说，这个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你有一点点国共内战经验都知道，我讲红军是谁？我讲红军讲的是中共，红军就是把蓝军给灭掉的人。在国民党的党徽里面根本没有红的，只有青天白日。他连这种事情他都做得出来。现在是这样子，宝杰，现在我们今年今年的大事是什么？是20269合1选举。对。2028是总统的换届选举，对不对？所以2026影响到2028。你曾经讲过一句话在新闻界广泛的流传，你说郑丽文是民进党最大的贵人，这句话真的是一语中的。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一个个骨牌确实效应在倒。你说现在国民党出现了倒的骨牌效应了，然后你看到郑丽文完全跟这个现实脱节，他跑去高雄演讲，他认为国民党越往南部发展了，将来是发展的越利多越大。怎么可能在南部在屏东高屏你有什么发展吗？根本就昧于现实，胡说八道了。那胡说八道原因何在？不晓得。那他这段时间所有一切的主张，最破坏台湾最剧烈的一件事情，就是国防特别预算。那这个事情很简单嘛，我们就不用动机论了，它的破坏力已经造成了国民党的崩盘嘛，这个现在看到了嘛，李四川等等嘛，对，然后他的这个对处理事情的不公平的态度也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不是，温子嘉讲了一个很怪的话是，他居然突然讲说，那个会跳舞的机器人写后跨逃年了，而且其实他这样讲的意思嘛，现在台积电已经在做机器人的这个所谓的大脑晶片已经在做了。而且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嘛，这个晶片已经在生产了，已经在量化了。它不但在生产，而且这个看起来这个钱已经很多了，这个已经是可以反馈到了台积电的这个所谓的营收代表机器人这个饼跟这个市场以前是不是说看得到吃不到，现在是看得到又吃得到了
对，所以我们看到机器人有手跟有脚会跳舞，其实就是一个噱头。为什么？你机器人在做的过程中，为什么要一只手跟两只手？其实一只手的效率比较高，所以很多业者其实一开始都只做机器手背，像库卡、花纳科这些大厂都是做一只手背。后来像去年台湾的达明机器人，它为什么做两只手背？是因为半导体厂说要有一只手来检验，一只手拿元件，所以才会有两只手。所以一开始为什么我们不是不会做两只手？机器人也不是不会打拳跟抛绣球，其实是客户到底需要什么。好，再来为什么要长两只脚？两只脚跟一只用转轮来转，不是我们做不出来，而是工厂有一个原则是，能够坐着就不要站着，能够物件移动就要让物件移动，因为机器讲的是效能、节能，用轮子转，在工厂比较快，然后效率也比较高啊。如果物件转，就像福特的流水线生产线，物件转比较不会出问题，所以长两只脚可能会绊倒自己。所以在工厂里面是要求你宁可它稳定安全。所以台湾都会，只是我们不玩这个花拳绣腿，不用做出真的像两只手、两只脚，因为用不到。好。那为什么要用 AI 机器人跟 AI 的电脑？我们来讲海鲲号的焊接的过程中就知道了，因为它的钢板是高帕钢，是高张力钢，强度非常的强，所以必须要用机器手臂去什么？高精度的时候，我用视觉系统，我才可以在那么焊缝里面看它有没有问题。我用 AI 去学习温度的输出。为什么温度输出非常重要？是因为高强力的钢板，我在焊接前要先预热，然后接下来我焊的输出的温度不能超过太高，我必须要精准的控制温度，不然它退火就是钢板冷掉之后，它会脆掉，因为那个压力太强，里面应力太强，所以它必须要精准的用 AI 去控制所谓的机器人在焊接的时候，那个温度是多少？那是个学习，所以 AI 机器人要有大脑，所以不是会跳舞比较重要，而是你工厂有没有客户要你两只手？你的安全性是怎么样？最后你有没有学习？那像台达电在去年的机器人展的时候，它还展出什么？我已经可以辨识颜。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